台湾高层官员已经证实，美国会协助台湾取得先进的 Link-22 数据链系统。此外，美国国务院3年前通过的6亿美元 MQ-9B 海上卫士军售案，也有望在2025年接收到这款强大的无人机。对此，有军事专家称，台湾引进北约 Link-22 数据链系统将加强自身的防御力，配合上美制先进的 MQ-9B 无人机，其反潜作战和监视能力将大幅提升。通过俄乌战争，我们明白，现代战争早已不是单纯的人与人、武器对武器的对抗，而是已拓展到了情资获取、网络舆论等信息化战场。双方的 C4ISR 系统占据了战争的主导地位。该系统由直管、通资、情监侦7个方面组成，能在各武器平台之间达成信息资源的共享，从而满足作战时的指挥控制需求，并最大程度地提高武器平台的作战效能。而美国协助台湾取得北约的 Link-22 数据链系统，就是为了取代台军训安联合作战指挥系统。目前使用的 Link-16 数据链系统，从而提高台湾的 C4ISR 系统能力。Link-22 的通信距离和抗干扰能力不仅要优于 Link-16，而且 Link-22 是北约的超视距通信平台，可用进行联合作战。有了 Link-22 数据链系统，台湾便可以整合中山科学研究院的自制装备和美国的售台武器。Link-22 将成为具有高度防御价值的通信资产，可全面提升台湾部队的反通讯干扰的能力。搭配上美制的 MQ-9B 无人机，可确保空中和海上数据传输，能加强联合作战时部队间较大数据的传输。那 Link-22 真有这么好用吗？70年代以来，台湾在作战能力中大力发展空优、制海等战术，其中又以空优最为看重，而空优作战又取决于指挥控制系统的强弱，所以台湾非常重视防空自动化数据链的建设，其空军便是最早运用数据链传递信息的军种。1975年，台湾空军参照美国的 SAGE 系统，建设了第一个防空半自动化指挥系统天网系统，其是利用 Link-1 数据链，将台北空军地下作战管理中心与本岛、外岛16座防空雷达站相连接，实现了信息传递和处理的自动化。不过，由目标的识别和录取仍旧由人工完成，故称之为半自动化防空自动化系统。其中最大目标探测数量为400，可以同时引导30架战斗机进行拦截。后来由于天网系统的雷达性能比较落后，且无法对低空飞行目标进行探测，所以在1988年，台湾开始建设第一个自动化防空系统强网系统。与天网系统相比，强网系统实现了目标的自动录取和识别，因此实现了防空网内各雷达站之间的雷达空情信息的自动传输与交换，其数据链性能就已相当于北约的 Link-11B 数据链，并采用了包括卫星通信、光纤在内的新的通信手段，其最大目标探测数量提高600，同时控制的拦截作业战机数量提高到了150架次。除此之外，强网系统还可以利用陆军战术1数据链防空导弹部队，形成战机、防空导弹、高炮多层防空作战体系。尤其是强网系统还首次引进了 1.2T 预警机，大大提高了台湾空军的探测范围，低空区域也不再是盲区，有效提高了其敌目标的攻击反应速度和时间。只不过强网系统依旧有令台湾军方感到不满意的地方，如强网系统的地面控制所与 1.2T 预警机和 F-16 IDF 战斗机等相互之间仍以老旧的保密话术进行联络，这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空战中无疑是致命的。无论是紧急汇报情况还是接收新命令，都要过一遍密码本，太浪费时间了，极易因紧张发生误报和漏报的情况。因此，这种速度慢、效率低的信息传递方式已经成为制约当时台湾防空作战能力的最大瓶颈。另外，在80年代以后，台湾海军、陆军也陆续建立了大成自动化指挥系统和陆资自动化指挥系统。但这些系统建立之初，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以至于各系统和装备之间无法做到有效的信息交流，从而难以发挥整体作战效益。为此，2000年，在美国的技术支持下，台湾地区开始了以建设3军整合数据链为目的的博胜计划。
博胜计划的核心就是利用 Link 16数据链，完成台湾地区空军6架 E2T 与60架 F-16等战斗机与强网系统的有机连接，形成联合网络作战系统，同时也将原来各型骑士的3大指挥自动化系统整合在一起，即陆军的陆资、海军的大成和空军的强网系统，从而实现3军自动化指挥系统的实时互联互通。这样一来，台湾各作战单位就可以利用综合数据链系统提供的信息，制成实时的战场图像，从而形成整体的作战能力。总之，在博胜计划完成后，台军不但可以构建3军联合 C4ISR 系统，还将与美军、日本自卫队的作战平台建立一定的信息交流渠道。而今更是证实要引入更优秀的 Link 22数据链系统和 MQ-9B 无人机，这将进一步体现台湾攻势防御的战略思想。Link 22是一种集成了抗电子干扰、数据加密、超视距的数字数据通信系统。它是北约最新型的战术数据链，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取代老旧的 Link 22数据链和完善 Link 16数据链。因此，它拥有在密集的对抗通信环境里增加战术数据的传输时间和传输高优先权的作战命令和警报，以及改进盟军互操作能力和增强指挥作战的能力。Link 22作为 Link 16的补充，同属于 TADIL 即战术数据链家族，但却使用不同的发射波形，所以能起到相互补充的作用。如 Link 16擅长在对空作战中使用，而 Link 22Z 则以反舰反潜战为主。而又因其基本特征相似，所以它们都使用报文加密、误码检测和矫正技术。只不过 Link 22的报文含2种格式，第一种是新设定的 F 序列报文，第二种是基于 Link 16G 序列的嵌入报文。另外，Link 16和 Link 22均需要加装中继设备来扩大视距通信范围。如 Link 22在高频波段能提供300海里的通信覆盖域，在特高频波段为200海里。而在加装中继设备后，它能将中继数据分别扩展至1000海里和300海里。而在数据率上，两者相比 ，Link 16通常要比 Link 22能提供更高的数据率。Link 16终端在2倍缩双脉冲模式的平均流量为 57.6 kbps， 而 Link 22终端的最高流量只有 33.44 kbps。但是在经过初始化配置后， Link 16的网络节通常是固定的，而 Link 22则能动态重新配置网络，更能适应战场态势的变化。这归功于它的网络管理单元能自主管理网络，相当于在高密度冲突环境下， Link 22是可以额外增强 Link 16能力的。2020年台向美国求购4架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根据当时路透社的说法，这笔交易高达6亿美元，履约地点在花莲新城，显然是为台空军第5联队准备的。本来预计是在2024年展开初始训练，2025年就要将 MQ-9B 抵台交货的，但后来又传出交货延迟，2026、2027先各交2台，然后台军相关人员去美国接受培训。2029年12月31日培训全部完成，所有军购流程才算结束。据了解 ，MQ-9 系列无人机翼展超过20米，巡航速度约200节，可以配备地狱火导弹和宝石路等激光制导炸弹。其中 MQ-9B 就是 MQ-9 无人机的海军版本，即察打为一体。这款无人机的续航里程能够达到 1.1万公里，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50个小时。除了进行高空侦察外，还可装备多项武器，对地面目标实施动态打击。从攻击角度来看，这款无人机一直被认为是执行斩首行动的最佳利器。而从侦察角度来讲，这款无人机由于长续航和广阔的视角，可以为美军提供大范围的侦察。据说，美国售台的 MQ-9B 无人机仅配备了侦察设备，只能当作侦察使用。一旦交付到位，该无人机就可以在台湾周边等空域进行长时间巡航，它理论上可以为台军鱼叉导弹以及海马斯火箭系统提供视距外的目标识别和定位。更何况现在还有以 Link 16和 Link 22数据链为骨干的 C4ISR 系统。台军首先可以利用新 C4ISR 系统的高性能数字通信能力，形成 MQ-9B 等无人机和台军战机之间的有效连接，从而形成联合网络作战系统。
通过 Link-16和 Link-22 数据链，可以将更广大空间的空情信息提供给战斗机。根据得到的目标信息，台军飞行员可据此隐蔽接近对方，从而发起突然攻击，或是提前占据有利阵位。其次，新 C4ISR 系统可以获得包括空中、地面目标信息的综合战场态势图像，所以台军的飞行员可以分析当前信息，从而做出正确的战术决策，提高作战效果和战场生存能力，也相当于提高了战机的对地攻击能力。比如预警机可以利用其远程探测能力，探测敌军战机实时位置，从而引导攻击群进行回避作战，同时有效地指挥和协调攻击机队与掩护机队之间的联合作战行动。甚至由于新 C4ISR 系统实现了台湾三军指挥系统的互联，除了刚才的空军机队行动外，台湾海军也可以开着基德级大型水面舰艇进行防空作战，完全可以当作备用的机动防空指挥中心使用。而 MQ-9B 较强的海上探测能力，也可以为台湾远程反舰导弹提供信息坐标，进行协同拦截作战。最后，台湾陆军也可以通过新的 C4ISR 系统和 MQ-9B 的远程探测能力，改善防空武器的作战交通，提高战区的空中控制能力。因此，若是 Link-22 和 MQ-9B 能引入台湾，那三军的联合作战能力也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Link-16和 Link-22 是北约目前最主要的数据链系统，也就是说，台湾的战机是可以与北约的空军、海军配备同样数据链系统的战机、水面舰艇进行互联互通的。就拿12预警机来说，美国航母上装备的就是 12C 型，台湾凭借自身 12T 的操作经验，操作与 12C 协同作战也不是难事。在航母预警机的选择中，看重的就是预警机的性能，这也是为什么预警机多为固定翼预警机的原因。我们知道，舰载预警机的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预警直升机，另一种是固定翼预警机，两者的性能差距很大。如卡3-1预警直升机，它最大航速250公里每小时，巡航时速205公里，最大航程600公里，续航时间只有3小时，正常作战半径150公里，实用升限5000米。而 12C 预警机，它最大航速626公里每小时，巡航时速480公里，最大航程2550公里，续航时间超6个小时，实用升限10000米。而在探测距离上， 12C 预警机的探测距离为480公里，可以监测2500万立方千米的空域以及39万平方千米的海面。它对不同目标的探测距离也有所不同，如对高空轰炸机是741公里，低空轰炸机463公里，发现舰船、低空战斗机、低空巡航导弹的探测距离分别为360公里、408公里、269公里，可同时跟踪250个目标，并引导45架战斗机进行拦截。其接战能力之强，也是当初法国戴高乐号航母不计成本也要采购4架12系列预警机的原因。而这还只是辅助机型，像其他如 F-16、F-35、F-18、幻影、IDF 等战机，在拥有同样数据链系统后，也都可以与之实现互联。而这同样是台湾的攻势防御战略的体现。当然，即便没有这些外力，拥有 Link-22 数据链系统的台湾军队，其整合后的力量也将迎来大幅度的提升。好了，关于台湾要引入 Link-22 数据链系统和 MQ-9B 预警机，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